半夜，一个男人站在家门口砸门，我刚想和他理论，却发现了他手里明晃晃带着血渍的刀。大学毕业后，我搬进了马吉小区。这个小区的硬件不错，一个人住也很畅快。唯一让我头疼的是，楼上住着一个熊孩子和他不靠谱的爸妈。晚上，熊孩子总喜欢蹦蹦跳跳，砰砰的响动让我很是烦躁。周末在家时，楼上的响动更大，拍球声、跑步声让我连懒觉都睡不成。我上楼敲过好几次门，跟孩子父母理论，前几次都是他妈妈出现，一副和稀泥的状态。而这次我理论完后，刚想转身回家，却无意瞥到他家门后，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我。我被盯得有些毛毛的，这个是那熊孩子的爸爸吧？不知为何，我心里有些打鼓。回家后心里也总有些不平静。熊孩子还特别喜欢乱按电梯，群里的邻居抱怨过很多次，但是他的父母从未在群里道歉。当时我看着手机，暗暗叹了口气，想到那个爸爸的眼神，要不是他家太吵闹，我是真不想和他们有太多接触。直到前几天妈妈来我这边玩，原本我们在客厅里聊天看电视，好不惬意。突然间，楼上传来一声巨响，是重物落地的声音，紧接着一阵争吵声响起，一声比一声高，中间还夹杂着熊孩子的哭声。看着争吵的势头，一时半会儿不会停止，我的好心情一下子被破坏。可能是妈妈在这里，我开始向她吐槽楼上扰民的种种。楼上的动静越来越大，毫无停止的意思。今天我一定要和他们好好理论一番。我做出一个撸胳膊挽袖子的动作，都是邻居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闹得太僵不好。妈妈一下子拉住我，柔声劝说。我叹了口气，认命的戴上耳机刷视频。可没过多久，一声女人的惨叫和巨大的响动，吓得我赶紧摘掉耳机。妈妈脸色煞白，伸手指了指楼上。我刚想开口询问，她却伸手做了一个虚的手势，随后迅速起身将灯关了。房间瞬间陷入了黑暗。妈，你干什么？别出声！我妈拉住了我的胳膊，隐约间她的手心汗淋淋的。我们在黑暗中沉默着，我一脸茫然，不太清楚妈妈这样做的目的。几秒钟后，楼上传来开门声，接着一阵敲门声响起。我轻手轻脚地挪到了门边，在猫眼上观望着外面的动静。楼上始终没人开门，敲门声戛然而止，接着是脚步声由远及近。急促的敲门声让我的心像打鼓一般，我慌张地捂住胸口。敲门的正是楼上的男人，只见他一只手背在身后，另一只手用力地敲着门。他面无表情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下一刻，他猛地前倾，将眼睛凑到猫眼上，用力地往里瞧。他的动作把我吓得汗都冒了出来，我赶紧缩低身子，不清楚他到底看没看到我。妈妈也走了过来，紧紧搂住我的肩膀，看得出来她也很紧张。我俩对视一眼，都没有说话。不久，男人停止了敲门，脚步声再次响起，他走向了对面那户。此时我才看清他背在身后的手上竟然有一把带血的菜刀，嫣红的鲜血顺着刀刃淌下来，落在地上。我的头皮一阵发麻，死死捂住自己的嘴巴。男人开始敲门，我在心里祈祷对面邻居千万别开门。不知道对面是真没人，还是也感觉到了不对。他敲了好一会儿也没动静，男人在原地愣了一会儿，转身看了看我家门口，然后从楼梯走了上去，直到听到楼上的关门声，我才松了一口气。他的刀上有血。我颤抖着和我妈说，赶紧报警。妈妈的提醒才让我意识到此时不是发呆的时候。我手忙脚乱地拿出手机，拨打了电话，带着哭腔告知警察我的位置以及现在的情况。挂了电话，我的心依旧不能平静，无措地看着妈妈。没过多久，楼上传来响动，似乎是警察来了。先是敲门询问的声音，几分钟后就是破门的声音，紧接着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在楼上响起，随后熊孩子绝望的哭声传进我的耳朵，把爸爸妈妈还给我。没过一会儿，警察敲响了我家的房门，来找我录口供。从警察的口中得知，楼上的女人和丈夫发生了口角，已经被丈夫残忍杀害。案发时，男人把熊孩子锁在了卧室。男人挨家挨户敲门的目的好像就是为了找个垫背的，他手上的菜刀就是佐证。得知这个情况后，我不禁有些后怕，如果当时我妈没在，我直接开门了，那后果真的难以想象。因为这件事，从此我们宿舍都不敢半夜上厕所了。这天周五晚上，我们心血来潮凑在寝室看咒怨，恐怖的视觉冲击让我们一个个心惊胆战，伴随着恐惧感，我们好不容易才睡着。结果半夜我的肚子突然隐隐绞痛，可能是白天吃的地摊不干净吧。我便起身准备去上厕所，但我刚拉开帘子，看着静谧漆黑的宿舍，显得尤为恐怖。这个电影的后劲着实有点大。寝室的厕所在宿舍外面，在我们寝室隔壁，也是走廊尽头。因为要走出宿舍，我隐约还是有些害怕。真是的，早知道晚上不看恐怖片了。我缩进帘子里自言自语道，看了下手机时间，才凌晨3点，离天亮还有好久啊。我欲哭无泪，纠结了很长时间，最终还是决定去趟厕所。我喊了我上铺的姐妹小美，小美陪我去个厕所呗。我敲了敲她的床帮，小美睡眼惺忪地探出了帘子。她一直都知道我胆子不大，看了我一眼，
揉了揉眼睛，没说什么就下来了。我拽着她慢慢走出了宿舍，刚到厕所，映着昏暗的灯光，我顺手就拉了第一个隔间门，但却没拉开，可能是里面有人，我没多想，径直走向了第二个隔间，当然也没敢关门，就找着话题跟小美聊着天。小美，你有没有听过最近的新闻？就有个小偷去人家家里偷东西，主人都回来了，他躲在床底下刷视频，结果把自己逗笑了，直接就被抓了。这真是史上最悲催的小偷。一阵笑声从第一个隔间里传了出来，这笑声也特别奇怪，在安静的厕所里显得格外刺耳，让人头皮发麻。我和小美对视了一眼，意思这旁边是谁？按道理应该是我们同楼层的人，多少也打过照面。出于好奇，我就透过隔间下缝隙看去，这一看却让我不寒而栗，是一个人穿着老式的红色胶鞋，而且还脏兮兮的，这种鞋学生肯定是不会穿。最奇怪的是，这个人的小腿是笔直的，并不是在蹲坑的姿势，说明他就一直站在那边也不出来。我第一个感觉是这个人可能是小偷，等大家睡着了偷东西，我强装镇定地站了起来，心也提到了嗓子眼，惊慌地拉着小美就往外走，甚至不敢回头瞧上一眼。安全起见，宿舍的门我也没关死，一边看着厕所一边把寝室的人都叫醒了。小美去楼下喊宿管阿姨，我们剩下的人还在盯着厕所的方向，等了许久，一直到宿管阿姨带着人来了，也没见一个人出来。我紧拽住小美的手，看着他们进了厕所。此时第一个隔间已经打开了，里面没有人，阿姨他们里外都找了一圈，也没见一个人影。卫生间的窗户也是封死的，完全没有被破坏的痕迹。怎么会？我低呼出声，满眼的不可思议。我看向了小美，小美此时震惊的表情告诉了我，刚刚我们在厕所绝对是遇到人了，可为什么那个人消失了呢？从那以后，我们宿舍都不敢单独半夜去厕所了。早上，一阵急促的警报声把我吵醒，随后我们2单元的业主群突然发来一条消息：大雾7天后消散，在此期间请遵守以下规则，期待能在下一个晴天见到你们。1. 雾里有毒，在此期间请不要接触大雾。2. 冰箱里无论有多少食物，也只能吃1天。3. 家里是安全的，不过只能1个人待在家里，如果家里有2个人以上，就会集体死亡。4. 假设食物吃完，你可以下楼去买食物。5. 不要相信任何人，请保护好自己，若是有人敲门，千万不要开门。6. 社区没有服务人员，若有人自称是服务人员，一定是冒充的。7. 大雾期间，千万不要出门。我撇了撇嘴，觉得有人在恶作剧，下意识地看了看发群消息的人，竟然是物业经理老陆。我还来不及询问，群里已经有人先开了口，业主纷纷猜测是老陆的手机被盗，才会发这种无聊的消息。直到一张照片被发到群里，群瞬间炸开了锅，一个女人面色发青地倒在地上，嘴角泛出粉红色泡沫。我吓得一个机灵，赶紧在群里询问这是怎么回事。我女朋友不相信，打开窗户把脑袋探出去，就变成了这个模样。这也太可怕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是不是遵守规则就可以活过7天？不一定，规则里有很多矛盾的地方。我的消息一发出去，群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，大家都在认真地分析着规则。马吉小区不是单身公寓，像我这样独居的住户并不多，冰箱里的食物只能吃1天，不让出门却允许去购买食物，难道这些规则有真有假？我的脑子一团乱麻，捋不出一丝头绪。突然间，从隔壁502传出一声女人凄厉的惨叫，我的头皮一阵发麻，怯生生地挪到阳台。502的男人用力掐着老婆的脖子，面对老婆的挣扎，他根本无动于衷。猛然间，男人看到了对面偷窥的我，抬起头冲我阴森森地笑。我赶紧拉紧窗帘，迅速地缩进了屋子，紧张的后背全是冷汗。这对夫妻刚结婚不久，明明感情一直很好，我的喉咙里像塞了一团棉花，上不来也下不去，呼吸都变得困难。我失魂落魄地打开冰箱，里面塞得满满的，都是我昨天买的。他们明天会怎样呢？门口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。小周，我是你李姐，你家里有南瓜吗？宝宝想喝南瓜粥。李姐住在我的楼下，独自带着6岁大的儿子生活，平日里对我很照顾，经常送点心给我。不要相信任何人，请保护好自己，若是有人敲门，千万不要开门。想到这条规则，我的心提了起来，抿紧嘴巴。李姐又喊了几声后，走廊里传来了哒哒的脚步声，随后是一片寂静。我心里默念着对不起，凑到猫眼向外望去，走廊里空无一人。我正想松一口气，李姐不知从哪里突然冒了出来，整只眼睛几乎都贴在了猫眼上，我吓得差点喊出来，心扑通扑通狂跳起来。小周，我知道你就在门口，你把门打开好吗？给我一个南瓜我就走。李姐的声音有些嘶哑，带着一丝哀求。李姐，我家也没有南瓜，
想到那条规则，我下意识的拒绝。猫眼里，李姐的表情很诡异，似乎在笑。她转过身去，僵直地向前走着。直觉告诉我，她有些不对。她走到502的门口，再次敲门，嘴里依旧重复着对我说过的话。502迟迟没有动静，李姐变得有些暴躁，用脑袋一下又一下地撞击着门板。她仿佛感觉不到疼痛。谁呀？有病吧？502的男人暴躁的质问声响起，下一秒是吱呀的开门声。我在心里为他捏了一把冷汗，只听得一声惨叫，接下来安静的只能听到我的心跳。突然，门砰的一声巨响，我吓得退出很远，两只手紧紧捂住耳朵。小周，开个门，给我个南瓜吧。我的脸色苍白如纸，已经难看到了极点。李姐，我真的没有南瓜，宝宝正在家里找你，他想你了。我艰难地开口，听到儿子的名字，李姐混沌的眼睛出现一丝光亮。宝宝在等我。她机械地转过身，僵硬地朝家的方向走去。没走几步，李姐突然一头栽在地上，没了声息。502的男人违反了第5条规则，他会死掉。可是李姐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她出门了吗？太可怕了！眼泪不受控制地从我的眼睛里流出来。好不容易熬过了中午，可我一点胃口也没有。为了让自己保持充足的体力，我还是决定熬点粥。打开冰箱后，我有些发愣，早晨还很新鲜的蔬菜竟然发蔫了，水果上还长了斑斑点点。我颤抖着拍下这些画面，发到了业主群，随即有很多人响应了我。我家的也是，我家冷藏的肉竟然有些发黑了。你们听说过生大米长斑点的吗？我正打算回复，群主突然给我们禁了言。叮咚一声，群主发来了新消息：亲爱的业主们，规则更新，家中不可以有尸体，否则会引来贪吃鬼。这条规则让我毛骨悚然。只听到窗外传来砰砰几声巨响，是重物落地的声音。我颤抖着手拉开窗帘，外面雾蒙蒙的一片，小区的绿化带上出现了很多横七竖八的尸体。冷汗瞬间打湿了我的衣服，迅速重新拉好窗帘，不停地拍着胸口。在生死面前，人果然都是自私的。我好庆幸自己是个单身狗。粥在锅里翻滚时，门外又传来了响动，直到看到楼下密密麻麻的尸体，我才终于确定群里的大雾规则是真的。粥在锅里翻滚时，门外又传来了响动。我是物业的，下面邻居反映你们家漏水，社区没有服务人员，若有人自称是服务人员，一定是冒充的。我想起这条规定，拿起手机看着单元业主群，我家有人敲门了，我家也是，说是楼下反映漏水，千万别开门。这时候开门就是傻子，不少人附和，敲门声越来越大。突然门外传来一声尖叫，接着就是啃食声，我心里咯噔一声，估计还真有傻子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外面的响动渐渐消失了，整栋楼又恢复了平静。熬过了一个晚上，第二天一早，我刚睁开眼，下意识的就先跑到了厨房，看着冰箱里的食物已经全都腐烂了，隐隐散发着臭味。我心中有些发慌，每天都必须吃食物，可以下去买，但屋里有毒又不让出门。我生平第一次想打人，正在我纠结时，门再次被敲响，我吓了一个机灵，什么玩意儿？敲了2下就没了动静，手机再次传来消息：亲爱的业主们，规则更新，门口放有防护服和防毒面具，有效时间1小时，请在规定时间内回家。我大着胆子屏住呼吸打开门缝一看，门外果真放了一个防护服和防毒面罩，我立刻伸手把它们拿了进来，瞥了一眼楼道，愣怔了片刻，随即迅速关上了门。我跑到阳台往下看去，果然所有的尸体都消失不见了，门口李姐和邻居的尸体也都不见了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现在有防护服就可以出门买食物，那就说明之前规则里大雾期间千万不要出门，这条规则是假的。那李姐是因何而死？我理不出一丝头绪，却不敢有一丝怠慢，毕竟如果不出门，我估计也熬不过7天。穿戴完毕后，果断下了楼。超市就在我这栋楼的边上，平常整个小区的人顺道买东西都会往这里走，但是今天人简直少得可怜。走进超市，门口竖着黑板：超市规则：1. 超市里的肉很新鲜，但都不可以吃。2. 蔬菜都是当天新进的货，可以放心食用。3. 每个人只能买1天的量。4. 超市每次只能供应20人的食物，人越少越好哦。看到最后一条，我顿时觉得毛骨悚然，这是让大家自相残杀呀！一栋楼起码有上百人，就算是死了一些，食物也是不够分的。看着已经走进去了好些人，我麻溜地跟了进去。超市的门在我进去之后便关上了。我转过身看着外面，超市门口的小黑板都不见了，也就是说，后面的这些人都看不见这个规则。
外面没来得及进来的人正眼巴巴地看着里面。我叹了一口气，看来轻易出不去了。防护服和防毒面具的使用时间是1小时。我转头先去拿一些要吃的东西，看到新鲜的肉咽了咽口水。我明明是个无肉不欢的人，但是规则说超市的肉不能吃，于是艰难挪开了目光，走向了旁边的蔬菜区，拿了几颗青椒和土豆，再买了桶泡面。看到有南瓜饼，我想到了什么，下意识地拿了一袋。刚走到收银台就看到了上面贴着的规则：超市内部规则：1、超市的后门是商品运输通道，可以进出；2、超市后门边的厕所没有锁，可以借用，老板不会责怪；3、任何人都有可能是贪吃鬼假扮的，贪吃鬼喜欢吃肉，如果遇到危险可以把身边的人丢出去。这也是隐藏规则吗？我望向了旁边站着的几人，他们都看完了规则，往后退了几步，相互之间保持了一些距离。我拿出手机拍了个照片，等安稳回去之后再慢慢分析。紧接着付完款，大家都很有默契，默不作声地往后门走去。出了门，瞬间朝家的方向跑，大家都穿的一样，只要把东西藏好。雾这么大，应该不会有人认得出来。还没走一会儿，就撞到一个瘦弱穿着白裙的姑娘，缩在椅子上，见我走来后，抬眸可怜兮兮的：姐姐，我的东西被坏人抢走了，你能帮我吗？她满眼含泪地看着我，不免让人生怜。但想到新规则，我憋住心里生出的同情心，忽视她的哀求，径直地从她旁边走了过去。她喊了半天，见我没理她，重新看向了后面的人，继续求救。我一口气直接跑回了楼道口，身后却突然传来了一阵若隐若现的惨叫声，我吓得一个哆嗦，赶紧按下电梯。刚进入电梯，却听到外面有脚步跑来的声音。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我戒备地看着电梯口。在电梯门关上的前一刻，一个穿着缩小版防护服的身影出现在我面前，是李姐的儿子宝宝。他睁着无邪的大眼睛，怯生生地看着我：小周阿姨，你看到我妈妈了吗？我回想起李姐在我家门口发生的事情，心中不免有一丝愧疚。我咬了咬嘴唇，将南瓜饼递给她：乖乖回家，妈妈去给你买玩具了。他让你在家等他，不要给任何人开门。那万一是妈妈敲门呢？宝宝突然伸手拉住了我的衣袖，我吓了一个寒噤，想到了贪吃鬼有可能会伪装成任何人，猛地将胳膊抽了出来。妈妈有钥匙的，会自己开门，你乖乖先回家啊。此时电梯门刚好打开，宝宝似乎没有看出我的防备，眉眼里含笑，冲我说了声谢谢后跑开了。我长舒了一口气后，又开始担心自己把食物分享给宝宝会不会违反哪条规则，然后一命呜呼。群里再次发来消息，可惜现在回应的人寥寥无几。亲爱的业主们，规则更新，家里也不一定安全，请提高警惕，因为贪吃鬼会假扮你的亲人，但他们害怕一切可以反光的东西。看着这条规则，我一脸莫名其妙，这和家里是安全的规则是相矛盾的，到底哪条规则是假的？我忧心忡忡地打开房门，一张熟悉又陌生的脸映入我的眼帘，我的心跳如同擂鼓一般。可我妈4年前已经出车祸走了。我做了你最爱的鸡公煲。妈妈咧嘴一笑，还是从前的模样。我踉跄着往后退了2步，惊恐地看着她。这丫头傻了吗？赶紧进来。妈妈说着扭头进了厨房，我僵硬地看着她在厨房里忙活。饭菜很快上了桌，是又焦又糊的味道。妈妈漆黑的眼孔注视着我，清白的脸上露出了僵硬的笑。我明知道她是贪吃鬼假扮的妈妈，但还是不自觉地红了眼眶。我有东西落在房间里。我猛地转过身，走向卧室，然后锁紧房门，眼泪一滴一滴地往下落。在我慢慢地恢复理智后，突然想到那2条矛盾的规则，那就说明家里是安全的，那条规则是假的。就在这时，门突然被一股很大的力道推开，他站在门口直勾勾地看着我。丫头，锅里的肉要凉了。冰冷的风从我脸上刮过，我瞬间清醒过来，拿起床头的镜子朝他照了过去。面前的贪吃鬼发出一阵奇怪的呜咽声，夺门而出，屏住呼吸关上门后，我瘫坐在地上，想起刚才的经历，还是一阵后怕。我把刚才的经历发到群里，群里陆续有人回应我，并诉说着自己刚刚的经历，真的是五花八门。隔天一早，防护服和防毒面具就送来了。我揣上小镜子，马不停蹄地去了超市，采购了1天的食物。我每分钟都提心吊胆，因为窗外不时的就会传来惨叫声，不知道他们触犯了哪条规则。我担心自己踩雷，每天都会把规则背上几遍。发现我给宝宝食物并没有违反规则后，我每次去超市都会带些他喜欢吃的食物回来，然后挂在他家的门把上，待我敲5下门后离开，他再开门拿。直到第4天，在我刚从超市出来时，脚底不知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，摔倒在地上，怀中的食物也散落在地上，一时间周围多出了很多人，把食物都抢走了。我坐在地上十分无助，突然发现人心真的比贪吃鬼还可怕。业主们的心态渐渐崩了，开始有人在群里抱怨度日如年，期盼着第7天赶紧到来。看着他们的留言，我无奈的苦笑。终于熬到了第7天，业主群里发言的人越来越少，
下午，我做好防护下了楼，一溜烟钻进了超市。买完东西刚准备结账时，耳边突然传来了一声惨叫。我顺着声音看去，还没等反应过来，有一双手直接把我推倒在一个男人脚下，怀里的镜子也摔碎了一地。我抬头望去，那个男人手里提着一大袋鲜肉，眼睛正直勾勾地盯着我，他是贪吃鬼。这个认知让我紧张的嗓子发干，手心里全是汗。任何人都有可能是贪吃鬼假扮的，贪吃鬼喜欢吃肉，如果遇到危险可以把身边的人丢出去。我震惊地看了一眼推我的人，他心虚地瞟了我一眼，面前的贪吃鬼一步步靠近我，周围的人也四散奔逃。我恐惧地向后挪，眼看着他离我越来越近。就在我以为自己即将死掉的时候，一只小手突然拉住了我。阿姨，跟我来。是宝宝。宝宝一路拉着我来到了超市后门边的厕所，然后果断地锁好门。门外传来疯狂的砸门声，我将宝宝用力搂在怀里。阿姨，不要害怕，他们进不来的。宝宝的这句话猛地让我想起了那条规则：超市后门边的厕所没有锁，可以借用，老板不会责怪。我惊讶地看着宝宝，他怎么会知道这条规则？阿姨，给你看个东西。宝宝起身把马桶盖费力地拿了下来，然后举到我的面前。马桶盖后面竟然写着一条新规则：超市厕所是除了家以外唯一可以居住的地方，厕所也是安全离开小区的唯一出路。宝宝，你怎么知道这个？我诧异的声音都在颤抖。其实我和妈妈已经玩过好多次这种游戏了，都是妈妈带我打败怪兽。提到妈妈，宝宝的眼睛沾满了泪水。看到孩子眼里的坚毅，我确定他没有说谎。我赶紧拿出手机，在业主群里发布了这条消息：我们有救了，赶紧来超市的厕所集合。我还把马桶盖上的规则拍了照片发进群里。群里很快有人回复了我：不要相信他，他在说谎，他想引我们过去。对，我亲眼看到贪吃鬼抓住了他。看着一条条质疑的消息，我的心里有些难过。门外依旧喧嚣，我捂住宝宝的耳朵，告诉他一切都会变好的。夜幕渐渐来临，我和宝宝又饿又困，在不知不觉间睡了过去。次日，我醒来时，身边围满了人，他们没戴防毒面罩，也没有穿防护服。一位消防员模样的叔叔问我们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，我茫然地摇了摇头。你们俩真是福大命的。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消防员告诉我，昨晚马吉小区2单元发生了特大火灾，除了我和宝宝，其他人都丧生火海。我满脸的不可置信，紧紧搂住了宝宝。我们真的活下来了吗？在他们确认我们与火灾无关之后，就放走了我们。我带着小宝租了个房子暂住。天气预报报道，7日后有大雾，请各位市民做好准备。我是个小偷，而我现在却躲在衣柜里主动报了警。快来救救我！我压了压帽檐，抬头瞄了瞄四周，迅速将手里的宣传单卷起来，卡在马吉小区1203住户的门把手上。1204门把手上的宣传单还在，这是我3天前放上去的，依旧保持着之前的模样，说明住户已经至少3天没有回来过。我的脸上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。我叫唐玲，每天穿梭在附近小区各楼层发传单。不过这并不是我的主业，我的主业是小偷，门把手上的宣传单就是我的信号弹。入夜，我穿戴整齐，拿着工具再次来到马吉小区。之前我已经观察过了，这个小区没有监控，于是我大大方方走了进去。我熟练地打开1204的房门，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扑鼻而来。我轻轻关上房门，凭借头灯熟悉屋内环境。鞋柜里都是女性的鞋子，卫生间里只有一套洗漱用具和女性化妆品，可以断定住户是独居女性。我顿时放松下来，在屋子里搜索着值钱的东西。随后我便在大衣柜底层发现了一个沉甸甸的首饰盒，打开一看有些傻眼，里面竟然不是首饰，是2根金条。这姑娘还真是不一般。我将金条放进口袋，然后将首饰和原位置放好，关上衣柜门准备撤退。可当我刚走到门口，竟然听到钥匙转动门锁的声音。不好，有人来了！我的头皮瞬间发麻，情急之下直接躲进了大衣柜里。我长舒了一口气，下一秒是房门被关上的声音，紧接着屋子里亮堂起来。由于衣柜正对着门口的方向，所以透过衣柜门缝，我正好可以看到整个屋子里的情况。我看到一个穿着连衣裙的女人，她放下皮包，甩掉脚上的高跟鞋，坐在沙发上开始揉脚后跟。大约过了1分钟，女人从沙发上站起身，径直朝衣柜走了过来。我冷汗呼的一下冒了出来，暗道一声不好，如果女人拉开衣柜门发现我怎么办？将她打晕然后逃走，还是跪地求饶？女人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我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。女人的手已经碰到了衣柜门，我紧紧咬住嘴唇，将扳手用力攥在手里。突然间，女人的电话铃声响起，女人迟疑了一下，手松开了柜门，转身去接电话。我一只手捂着快要跳出胸膛的心脏，一只手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，幸好只是虚惊一场。干嘛？我刚到家。
女人用甜的发腻的声音接起了电话，对方应该是女人的爱人，她对着电话在撒娇。既然想人家，就来看我啊，我做好宵夜等你啊。女人愉快地挂断电话，还有一个男人要来，那我岂不是更走不掉？原本我还想着等女人去卫生间或是睡着时离开，现在难度系数更大。我躲在柜子里心乱如麻，掏出手机看了看，周鑫依旧没回我消息。我咒骂了他几句，周鑫是我的男朋友，我们算是雌雄大盗。刚刚我就给他发过求救消息了，以往他营业时遇到困难都会给我发消息求助，我会按他的提示来到客户家里，以推销员的身份纠缠客户，吸引他们的注意力，帮周鑫脱身。今天我被客户堵在家里，他却没了音讯。客厅里，女人正拿着一瓶红酒倒入2只高脚杯中，她似乎心情很好，端起其中的一杯小酌了一口，在杯沿上亲了一下。接下来的画面会不会很香艳？如果我用手机拍下来，能不能卖个好价钱？我伸手拍了拍脸，强迫自己不要胡思乱想，眼下脱身才是最要紧的。终于，女人赤脚走向了卫生间，我猜她是去洗澡。果然，下一秒传来了哗哗的流水声。谢天谢地，我蹑手蹑脚地从衣柜里出来，高抬腿轻落脚到了门口。我还没来得及开门，门口突然传来了敲门声。我是个小偷，而我现在却躲在衣柜里主动报了警。快来救救我！我蹑手蹑脚地从衣柜出来，走到了门口，还没来得及开门，突如其来的敲门声把我吓了一大跳。我连滚带爬地逃回衣柜，心已经跳到了嗓子眼儿。静静，是我，你的小甜心。门外传来了男人温柔的声音，卫生间里的水声戛然而止。女人裹着浴巾缓缓地走了出来，然后打开房门。男人捧着一大束玫瑰花，恰好挡住了她的脸。久等了吧？我刚才特意去花店给你买了花，我猜你一定会喜欢。我很喜欢。女人笑盈盈地接过他手上的花，踮起脚吻了男人的脸颊。女人让男人进了屋，我还注意到他随手将门反锁，来到酒柜前。女人把红酒递给男人，男人借着拿酒杯的由头将女人拉进怀里，开始对她动手动脚。躲在柜子里的我五味杂陈，本来只是想偷个东西，没想到吃了一顿狗粮。别人的男友费尽心思讨女友欢心，我的男友连个人影都没有。这个周鑫果然很狗。你比玫瑰花香，比红酒更醉人。男人暧昧地说，女人娇笑着躲闪，二人调笑拉着肩碰掉了吧台上的酒杯，啪的一声脆响，吓得我缩了缩脖子。别动，我来弄。男人恋恋不舍地松开女人，拿起扫帚收拾地上的残局。男人一直背对着我，看不清他的长相，可我总觉得他的背影很熟悉。女人把手里的酒杯递了过去，男人笑着接过去，一饮而尽。这一次，我终于看清了男人的脸，是周鑫。我惊讶地捂住了嘴巴，他竟然劈腿了，心像被人用刀子捅了一个窟窿，冷风嗖嗖地往里灌。我气得咬牙切齿，一拳砸在柜门上，狭窄闭塞的空间里发出砰的一声闷响，让我瞬间惊出了一身冷汗。我怎么忘了呢？自己除了是周鑫的女朋友，还是一个贼。衣柜里有动静。周鑫指着衣柜对女人说，周鑫这个混蛋，我现在出去会不会被这对狗男女灭口？我新买了一套情趣内衣，就在衣柜里。女人风情万种地笑了起来，我这就去拿。周鑫两眼放光，口水恨不得流了下来。我恨得牙根痒痒，发誓只要周鑫打开衣柜的门，我就用扳手抱了他的头。他走路的姿势有点怪，就像喝醉了酒。周鑫的脚步越来越近，我的后背再次发凉。在距衣柜不足1米处，周鑫突然停了下来，眼睛一翻，一头栽在地上。我心头一紧，用力扣着手心，理智告诉自己不能出去。女人一脸平静地站在那儿，嘴角噙着一抹诡异的笑容。周鑫一头扎在地上后便不再动弹。女人蹲了下来，就这2把刷子还敢劈腿，真给男人丢脸。她说完这句话，突然看向衣柜，冲着我挑了挑眉。我吓得魂都丢了，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。好在女人并没有打开衣柜，而是转身进了厨房。紧张的气氛随着她的离开冲淡了一些。我不知道女人接下来要做什么，直觉告诉我，女人给周鑫喝的红酒有问题。我想把周鑫叫醒，担心声音太大会引起女人的注意，只能拉开一道缝，伸长手臂借助扳手推了推周鑫，可他连眼皮都不眨一下。女人很快从厨房里走出来，手里多了菜刀和电锯，身上多了一条围裙。她想干什么？一个可怕的念头在我的脑海里闪过。女人再次看向衣柜，不过眼神有几分温柔，还调皮地吐了吐舌头。我感觉衣柜里的温度又降了2度。她又走向客厅，打开电视，调了一档娱乐节目，并把声音放得很大。这个节目不错，女孩子都会喜欢。她的话就像是说给我听的一样，我的头皮不禁发麻。接下来的画面让我永生难忘，毛骨悚然。女人拉开了电锯，竟然把周鑫分尸了。整个过程干净利落，她
他连眉头都没皱一下，恐怖使我的每根骨头都在发抖，面如土色的捂住了嘴巴。女人将尸块打包拎出了房间，然后开始擦拭地板上的血迹。警察，我要报警！麻居小区1204发生了凶杀案，我是小偷，目前躲在衣柜里，快来救救我！我颤抖着编辑完这段话发了出去，祈祷着警察在女人发现我之前可以赶到。只见女人收拾好后，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，轻轻说了声好困，然后躺在床上拉好被子。我祈祷着她赶紧睡着。很快，床上传来了女人轻微的呼噜声。我打开一道门缝，估算着逃跑的可能性。女人突然睁开眼睛，直勾勾地看着我，眼神里充满了戏谑，仿佛在说你就是我刀下的下一块肥肉。无尽的恐惧感让我一下子从衣柜里掉出来。女人坐起身，笑眯眯地看着我，怎么不躲了？我还没玩够呢。她竟然把之前发生的事叫做完。别伤害我，求你了！我瘫坐在地上，带着哭腔哀求她。我怎么舍得杀你呢？有了你，增添了我很多乐趣。女人勾着我的下巴，慢条斯理地说：从来没有人欣赏过我杀人的过程，你是第一个，是不是很荣幸？看着她兴奋的表情，我确定面前的女人就是个变态。我眼眶含泪，颤抖着说：我不行，真的，求你放过我！放过你？你已经看到了我行凶的过程，杀你灭口和做我忠实的观众，你只能选一个。我不会说出去的，真的，请你相信我。我哭着对她说：闭嘴！她突然变得暴躁，一巴掌把我扇得晕头转向，脸上火辣辣的疼。我给过你活下来的机会，既然你不珍惜，那就怪不得我。说完，女人举起刀朝我的脸砍了过来。我惊恐地尖叫了一声，直接晕了过去。醒来时，我的头如针扎一般疼，周围也是一片陌生。回想起之前的一幕，我赶紧伸手抚摸自己的脸，没有伤口，也没有痛感。难道我真的死了吗？你感觉怎么样了？一个警察模样的男人出现在我的视线里，我戒备地看着他，用被子裹紧自己。你不用害怕，你已经安全了。接到你的报警信息后，我们迅速出警，罪犯已经伏法。听完警察的话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，活着的感觉真好。那个女人太可怕了，想到之前发生的事情，我依旧瑟瑟发抖。后来了解到，女人因为被背叛，一怒之下杀了老公，之后便将那些垂涎她美色的男人骗回家，再杀掉他们来满足自己的快感。周星就是那个精虫上脑的可怜虫，他通过家里的监控一早就发现了我的存在，我就像小丑一样在他面前丑态百出，而我也会受到法律的惩罚。我发誓以后再也不做小偷了。如果你深夜回家，突然有个老头拉住你要喂你鸡蛋吃，你会怎么办？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是我搬到这个小区的第3天，看着老旧的楼梯和斑驳的墙壁，我安慰着自己，一个人住在哪都一样，况且这能省下不小的花销呢。这天下了夜班的我刚踏入小区，那周围一瞬的寂静以及若有若无的路灯，不免让我心里发毛。没办法，我只能哼着歌给自己壮胆，脚下的步子也加快了起来。走到楼下的我总算松了一口气，伸手擦下额头冷汗，用力地咳嗽了一声。可惜声控灯没有亮，我再次尝试了一下，结果还是一样的。不会吧，这也是坏的？我有些绝望地看着漆黑的楼道，身上的汗毛不自然地竖了起来。我纠结了一阵，还是鼓起勇气，借着手机的光亮一步步走上楼梯。刚走几步就闻到楼梯间弥漫着一股菜香味，这让本来饥肠辘辘的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就在我回味时，突然一只手抓住了我衣角，我下意识地想到了不干净的东西，再也抑制不住心里的恐惧，放声尖叫，瞬间后退了好几步，企图挣脱那个东西。你回来了，吃个鸡蛋吧。一个苍老的声音从角落里传来，我定睛一看，2楼的拐角处竟然坐着一个老人，手里还递着剥了一半的鸡蛋。可我刚才为什么没注意到呢？爷爷吓到你了，对不起呀。老人声音低沉地和我道歉，见到老人认错态度好，我便也没说太重的话。爷爷，大爷您认错人了呀，我不是您孙女，您真是吓了我一跳，现在心还砰砰跳呢。太晚了，赶紧回家去吧。不是我孙女儿，那我孙女儿呢？她还没放学吗？我看着眼前一脸无辜的老人，意识到他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症。大爷您住在几楼啊？我就住3楼。老人指了指楼上，大爷我就住您楼上，现在太晚了，我送您回去吧。只见老人摆了摆手，不用了，我还要等我孙女呢。你要吃个鸡蛋吗？老人笑眯眯地再次举起手中的鸡蛋，我还是婉拒了老人，转身回了家。
因为工作太忙，我转头就把这件事情忘掉了。隔天下夜班后走进小区时，才又想起了楼道没灯这件事。但意外的是，今天的楼道竟然是亮的。这个世上真的有雷锋。刚从2楼往上走时，我下意识地望向拐角，老人真的坐在那里，手里依旧握着一颗鸡蛋。他听到我的脚步声，微眯的眼睛猛地睁开来，昏黄的灯光下是一张皱纹纵横、面色无暗的脸。他的嘴巴咧了咧，露出黄牙，冲着我笑。一种莫名的恐慌涌上我的心头，我下意识地后退了2个楼梯。你回来了，今天不黑了吧？吃个鸡蛋吧。大爷，您又认错了，我不是您孙女。大爷，这灯是您安的？我意外地问。老人点了点头，一脸傲娇，甚至还有些害羞。您老可真棒。我冲他竖起了大拇指。不过下次登高的事情还是让年轻人来做吧，毕竟您岁数大了。我身子骨硬朗得很。老人从椅子上一下子站起来，速度特别快，我生怕他一个不留意扭到了腰。我看着老人，总觉得哪里不太对，可是一天的疲惫让我来不及多想，匆匆回家休息。很快就迎来我的第3次夜班，因为贪凉的关系，我的胃开始不停地折腾。回家走到2楼转角时，冷汗已经把我的衣服打透了。姑娘，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？我2只手捂着胃，早就疼得说不出话来，眼前一黑，晕了过去。等我醒来时，人已经躺在医院的病房里，老人早就不见了踪影，桌上只有2颗水煮蛋。护士，送我的大爷在门口吗？我问巡房的护士。护士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体温计给我。你只是肠胃炎，并没有发烧。隔天出院后，我想着去感谢一下大爷，但敲了许久的门也没有人应声。难道是出门锻炼了？想着晚上他应该还会坐在楼梯口，便先回了家。可到了晚上，我再次下楼，却发现那个拐角只有一把凳子，但不见大爷。想了想，我再次去敲了他家的门，可房门始终没人开。我担心大爷身体有个好歹，就给物业打了电话，希望工作人员可以来看下情况。你确定是这家？物业经理看了看3楼斑驳的房门，表情怪异地看着我。我点了点头，把自己的经历简单叙述给他听。你确定自己没记错？物业经理的表情变得扭曲，说话声音有些颤抖。可301早就不住人了呀，这家原先是有个老爷子，还是老年痴呆，但是他已经去世4年多了。啊！我震惊地睁大了眼睛。老人是个苦命人，无儿无女，一手带大了领养的孙女。可孩子在上学路上出了意外，后来老人得了老年痴呆，去世后这个房子就一直空着了。那我每天晚上见到的是……我失魂落魄地回了家，但仔细想想，反而也觉得没那么害怕了。这个老人家尽管忘了自己是谁，却时刻想着等孙女放学。他也总是把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留给孙女吃。之后我再也没有遇到过那个大爷。我猜他和孙女应该再次相遇了吧。他牵着孙女的手送她上学，孙女手里高高举着大爷包好的鸡蛋。